深度有趣有逻辑，大家好，我是 Neil， 歡迎大家來到真朋友真相欄目。我們今天來聊聊這個富途還有老虎證券被重罰這個事兒。2026年中國財富大圍剿，跨境券商遭遇了頂格處罰，地方財政呢也在砸鍋賣鐵，普通人該如何逃離 A 股的絞肉機呢？最近是跌得很慘啊。今天我們聊的話題呢可能會比較沉重啊，但是也非常真實，關乎到每一個中國人的錢袋子，甚至關乎很多家庭未來的命運走向。那開篇呢，我們先簡短直接的表達我們今天所有的核心觀點。第一，中國證監會剛剛宣布的对老虎證券、富途控股等跨境互聯網券商的嚴厲處罰，甚至要沒收他們的全部違法所得。這不僅是對幾家公司的打擊，而是中共的國家機器在宏觀流动性枯竭的大背景下，徹底斷絕中國人炒美股、港股的通道，強行把資金鎖死在中共國內啊。那麼第二呢，老話說的極其透徹啊，如果 A 股能賺錢的話，老百姓開戶都得托關係啊。所以呢，國內的 A 股市場本質上是一個大型的流動性陷阱和绞肉機，它的大門之所以向所有的中國人敞開，是因為中共這個系統啊，需要散戶的資金去充當為所謂的國企啊，還有地方債啊這些輸血的殘酷的燃料啊，這個就是韭菜的用處，就是燃料。那麼第三呢，目前中國地方政府是嚴重沒錢啊，甚至已經到了要成立專班砸鍋賣鐵還債的地步。那中央財政同樣吃緊，體制內降薪、退薪啊，就是還要退錢啊，很多這個金融公司、國有金融公司都已經退錢了。還有這是對民間的這個生存性的這個壓榨正在成為常態。第四，在這樣的系統性風險下，那無論是普通人還是高淨值人群，都不要再抱有任何可以安安穩穩在中國守住財富的幻想。對於有錢人來說，當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趕緊肉身翻牆，完成資產的物理性隔離。那這四個觀點不是危言耸聽，而是基於2026年最新發生的一系列宏觀經濟事件和冰冷的數據所得出來的邏輯的必然結論。接下來我們就把這些看似孤立的新聞碎片拼湊起來，為大家講透這場正在發生的不為人知的財富大圍剿。第一章，我們來看看達摩克里斯之劍最終落下，徹底這個焊死了跨境炒股的逃生门。2026年5月22號，對於中國的互聯網跨境券商行業，對於無數於習慣了買賣美股、港股的中國投資者來說，是一個標誌性的，甚至可以說是毀滅性的日子。根據聯合早報、還有新華社客戶端等等權威的報道，中共的這個中國證監會啊，這一天正式宣布，老虎證券、富途證券等國際以及這個長橋證券等境內外相關主體，因為未經核准在中國境內開展證券交易、營銷推廣、處理交易指令等相關證券業務的這個服務啊，已經構成了非法經營證券業務。證監會不僅對他們進行了立案調查，還做出了極其嚴厲的行政處罰和事先告知，你決定沒收這3家機構境內外相關主體的全部違法所得，並且依法予以嚴厲處罰啊！真是殺瘋了啊，窮瘋了中共！這個大家要注意啊，這個全部違法所得這6個字啊，這是非常罕見的頂格重罰。根據澎湃新聞還有證券時報披露的這個具體罰款金額呢，這場監管風暴的烈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富途控股被擬定處罰的總額高達18.5億元人民幣，沒收全部非法所得，其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李華個人也被處以125萬元人民幣的罰款。老虎證券方面呢，北京證監局對老虎的相關子公司處以合計3.081億元的這個行政罰款，並沒收合計約1.031億元違法所得，合計罰沒金額達到了4.112億元。老虎的董事兼首席執行官吳天華同樣收到了警告，並被處以125萬元的罰款。受此重磅消息的直接衝擊啊，資本市场迅速做出了最真實的反应。在5月22號美股盤前交易中，這2家公司的股價雙雙遭遇崩盤式暴跌。老虎證券和富途控股的跌幅一度双双超過30%，甚至下挫近40%。市场的恐慌情緒蔓延到了極點。這絕對不是突如其來的黑天鵝啊，這是監管層歷時數年步步為營的終極收網。根據新浪財經和經濟觀察網的報道，早在2016年，證監會就曾點名這2家機構，到了2021年，監管層就將這類行為定性為境內無照駕駛。2022年底，
那證監會明確要求取締增量，禁止招揽境內的新客戶。最後，乌图和老虎從境內應用商店下架了 APP。2026年5月22日这纸公告標誌着監管從遏制增量全面轉向了清退存量的收官終極割韭菜階段。大家千萬不要忘記這個中共的黨徽啊，先用錘子把你砸暈，再用鐮刀收割韭菜。更有意義的是，這次行動絕非證監會一家的單打獨鬥。根據這個香港的這個電台還有這個聯合早報的報道呢，經過中共的這個國務院同意中國證監會、工信部、公安部、央行等8個重磅部門聯合印發了綜合整治非法跨境證券、期貨、基金經營業務的實施方案。8大部委聯手，這已經不是普通的行業整頓，而是一場國家級別的資本保衛戰了。為了防止短期內引發大規模資金外逃或者系統性的金融震盪，監管層非常聰明地設置了一個2年的集中整治過渡期。在這2年內，境外機構被禁止為存量的投資者提供買入交易、轉入資金等服務，只允許投資者進行單向賣出交易並轉出資金。這套只准出不准進、只准賣不准買的規則設計，表面上說是為了穩妥化解存量風險，保障投資者的財產安全，給老百姓一個軟着陸的時間。但透過現象看本質這就是甕中捉鱉嘛。2年期滿之後相關境外機構必須全面關停境內的網站、交易軟件以及配套服務器，徹底終止在境內的所有服務。這也意味着2年之後，中國普通老百姓通過互聯網券商將人民幣資產轉移到美元或者香港這個港元的這個資產鏈條上的所有通道，無論是合規還是灰色，都將被徹徹底底的全部焊死。那中共的這個外匯管理局在2025年全年查處了外匯違法違規案件1100多起，這是足以說明切斷老虎和富途絕不單單是為了規範證券市場，其核心目的是為了美聯儲高息和人民幣匯率承壓的大背景下，嚴防死守民間資本流出，把所有的錢死死地關在中共的牢籠之內。第2章我們再來看看 A 股的絞肉機的真相。為什麼 A 股的散戶注定只能是燃料？既然所有的逃生通道都被堵死了，那麼錢留在中共這個國內投資不可以嗎？面對銀行存款利率的不斷下行，很多人被迫把目光投向了 A 股市场，但現實卻殘酷的令人窒息。中共這個中國這個民間有句老話說話糙理不糙這是人間清醒如果 A 股能賺錢的話，老百姓開戶都得托關係。大家仔細品味一下這句話背後的深刻邏輯在中國這樣一個高度依賴權力尋租、信息不對稱和關係網絡的這種社會經濟結構裡，真正能夠無風險套利或者能夠穩健賺取高額收益的優質資產還有商業機會，從來都是趙家人小圈子裡內部消化的。那比如早年那些穩賺不賠的信託、特定渠道的非標資產，甚至一些壟斷行業的入局資格，普通老百姓連看一眼資格都沒有，更別提參與了。但是 A 股市場卻是一個特例其實也不是特例它對所有人敞開大門，你只需要拿着身份證在手機上操作幾下，哪怕只有幾千塊錢也能買賣股票。這個 A 股是世界上最大的散戶叫 retail 的這個股票市場非常獨特。哪怕只有幾千塊錢也能買賣股票，為什麼獨獨在這個能夠合法參與國家核心資產交易的地方，門檻又如此之低呢？那邏輯上原因就只可能有一個這個系統極度渴求底層老百姓提供流動性，普通投資者帶着辛苦攒下的儲蓄入場，實質上就是充當了系統內的流動性的燃料。你們的錢是用來為那些排隊等待 IPO 套现的企業老板輸血的，是用來為大股東減持接盤的，是用來化解那些不良資產的。如果我们來看一看東方財富網等平台引述的2025年 A 股散戶生存報告權威統計數據，你絕對會對這種收割有一個極其直觀且絕望的認識。根據中國證券業協會以及滬深交易所的權威數據，在2025年的 A 股市场中，高達81.1%的投資者處於虧損狀態，真是嚇人那散戶的人均虧損約為2.1萬元人民幣。更觸目驚心的是資金規模和虧損率之間的關聯。在這個市場裡，10萬元以下的小散戶虧損比例高達驚人的98.7%。什麼概念？具體來看1萬元以下賬戶的虧損率是99.9%，幾乎全軍覆沒。1萬元到10萬元賬戶的虧損率是98.7%，
10萬元到50萬元賬戶的虧損率是85%，只有資金規模在50萬元以上的大戶或者機構，盈利比例才超過了90%。這就是一場赤裸裸的財富轉移遊戲啊，而且是小額資金被大額資金無情吞噬啊。為什麼散戶會輸得這麼慘呢？報告就揭示了幾個核心的原因。首先是極度的信息與能力劣勢，68%的散戶完全是依靠社交媒体去獲取投資信息的，這就導致他們的信息獲取比這個機構資金足足滯後了3到5個交易日。那當散戶看到這個利好消息冲进去追漲的時候，恰恰是機構資金高位套现派發籌碼的時候啊。其次是市場環境的急劇惡化，2025年的 A 股日內波動率大幅提升，振幅常常超過2%，而且80%的個股都在跑步，就是全部都是跑輸大盘的，大部分。那只有極少数的板塊在上漲。更可怕的是，量化交易已經占据了全市场成交額的29%。那些依靠算法和算力優勢的高频量化策略，把散戶傳統的所謂打板勝率啊，這個無情的已經降到了30%以下了。再加上散戶在行为心理上的致命弱点，年均换手率超過300%，僅僅是交易手續費和印花稅等交易成本，就悄无声息地吞噬了8%到10%的本金。而且散戶的盈虧比极度失衡，達到了驚人的1:10，也就是賺了2%就沾沾自喜趕緊跑路，虧了20%卻死扛到底，甚至還要不斷加倉平攤成本。而理性的機構盈虧比往往是2:1。那在這樣一部精密運轉的財富絞肉機裡，你的錢只要進去了，通過交易摩擦，通過高位接盤，通過被量化基金來回收割，最終都會合法合規的轉移到極少數人的口袋裡。那這就是為什麼這個中共啊要嚴厲處罰富途和老虎，把老百姓炒美股的通道、港股的通道全部焊死的根本原因了。因為如果不堵住這個缺口啊，大家都會用腳投票，把資金換成美元去買標普500指數或者科技巨頭。這個指數啊是非常有用的啊，就是像定期存款一樣，基本上。那這個 A 股這個蓄水池裡的水就會被徹底抽乾了，而 A 股一旦失去流動性，大量嗷嗷待哺的上市企業背後牽扯的地方債務利益鏈條就會瞬間斷裂啊。所以這個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就是被圈養在這個池子裡的韭菜啊，這個羊群啊必須留下來被薅羊毛。第3章我們再來看中共這個地方財政的無底洞與砸鍋賣鐵的生存性壓榨啊。那我們進一步深挖中共的這個宏觀經濟底層的邏輯，為什麼這個系統如此迫切的需要把錢留在中共的這個治下呢？留在中共的牆內呢？為什麼即便是把老百姓在股市裡的儲蓄榨乾，也在所不惜呢？根本原因啊是在於中共目前龐大的地方政府債務體系已經面臨系統性的停擺，地方財政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一點都不誇張啊。我們來看一組這個中共新華網官方公布的數據。根據中共財政部提醒審查的關於2025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26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到2025年年末，全國地方政府的法定債務餘額已經高達548230多億元人民幣。注意，這是中共官方的數字啊，這個還包含了用於置換存量隱性債務的地方政府債務。其中一般債務餘額是175000多億元啊，這個，然後專項債務的余額是373000多億元。這還僅僅是擺在桌面上的顯性債務，如果算上各地城投平台那些如隱形炸彈一般龐大不透明的隱性債務，真實債務規模啊，足以讓任何一個人倒吸一口涼氣。為了應對這種極端危險的債務危機啊，那中央政府不得不重啟了這個化債方案。那根據華爾街見聞的這個報道，中共中央首次明確啊，從2024年開始，要在未來5年內，也就是到2028年，實現這個14.3萬億的地方隱性債務清零目標，還有方案，通過重啟這個叫隱債置換啊，來緩解地方政府的現金流壓力。同時，根據新華網還有財政部官方網站的公開信息，這個中共啊還在2025年啊順利發行了這個1.3萬億的超長期特別國債。哎呀，這中共政權到時候還在不在還是個問題啊。這個並提前下達部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試圖以此來鞏固經濟基本面。但是啊，遠水救不了近火啊。對於很多基層地方政府來說，在房地產泡沫破裂、土地出讓金遭遇斷崖式暴跌之後啊，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財政徹底枯竭了。
沒有了賣地收入，連支付龐大債務的利息都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更別提維持龐大體制內機構的運轉了。於是一個極具悲劇色彩又充滿了這個荒誕感的詞彙就堂而皇之的出現在了各地政府官方紅頭文件當中了，砸鍋賣鐵啊！那根據自由亞洲電台還有財新網的深度報道，從2023年下半年到2026年，中國多個地方政府，包括重慶市璧山區、甘肅、內蒙古、青海等省份的這個市縣，都相繼成立了專門的砸鍋賣鐵工作專班。他真的取了這個名字啊，砸鍋賣鐵。比如重慶版這個重慶市璧山區政府啊，就明確下發通知專班啊，这個成立專班，那要統籌全區砸鍋賣鐵工作。專班組長由這個區政府常務副區長擔任，副組長由區財政局局長和國資中心主任擔任，級別之高，足見事態之緊急。那所謂砸鍋賣鐵啊，已經不是一句比喻了，而是極其殘酷的這個中共地方政府的現實操作。專家指出啊，這代表着地方財政崩潰已經進入了實質性的第二階段。中共的地方政府正在窮盡一切手段，把現有的國有資產、各種特許經營權，甚至公共服務領域的收費權都進行盤活變現，以此來勉強維持政府的運轉和應對催債。當中共官方的鍋和鐵都砸得差不多的時候，生存的壓力將不可避免地向下傳遞，演變成對普通民眾和底層民營經濟的榨取。我們看到，中共地方財政收入下滑，不僅衝擊了體制外，連體制內的所謂鐵飯碗也都被無情打碎了。根據自由亞洲電台河南等多個省份已經出現了大面積的教師與公務員工資被拖欠、津貼被大幅度削減甚至打折發放的情況。新浪財經也報道了更令人心驚膽戰的退薪現象，很多體制內員工甚至被要求退回過去發放的績效或獎金。曾經趨之若鶩的體制內安全感，在宏觀債務推動、整個這個經濟的大環境面前已經是不堪一擊了。而在底層社會，因為經濟環境惡化導致的勞資糾紛正在呈爆炸式增長。根據新華社還有中國網等等，僅僅在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主導的2025年治理欠薪冬季行動期間，中國已經查處了多達28萬件欠薪案件，被近148萬人這個追回超過148億元的工資。這些冷冰冰的統計數字背後，是無數個失去收入來源，在寒冬中苦苦討薪的破碎的家庭。更可怕的是，少數地方政府為了彌補財政虧空，開始走向了極其危險的邊緣，以罰增收，逐利執法。當正規的稅收和賣地收入不再能填補窟窿的時候，權力就開始向民間財富伸出黑手了。自由亞洲電台在報道中提到了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今年4月，南京一位市民僅僅因為騎自行車時沒有懸掛牌照就被交警當街罰款50元，這在輿論曝光後引發軒然大波，警方才迫於壓力啟動撤銷程序。這絕對不是個案，而是財政枯竭的背景下，中共的這些公權力為了獲取資金而無孔不入的真實寫照。當這種生存性榨取成為常態的時候，普通人想要在中共國內安安穩穩的過日子的幻想，注定將會被冰冷的這個現實所擊碎。那第4章我們再來看看聰明的錢在裸奔創紀錄的富人肉身翻牆與資產大逃亡。在跨境券商被全面封殺， A 股持續成為散戶絞肉機，地方政府負債累累，甚至開啟以罰增收模式的嚴峻大背景下，那些處於財富金字塔頂端的人在做什麼呢？答案非常明確，他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帶着資金拼命逃離。資金從來都是最誠實、最聰明的，他們永遠只會流向安全、有法治保障，並且能讓財富自由呼吸的地方。我們來深入解讀一份具有極高權威性的全球報告。那根据国際知名的投資移民諮詢公司Henley & Partners 最新發布的這個2025年私人財富轉移報告，一場人類歷史上、現代歷史上規模空前的私人資本轉移和重組正在悄然發生。報告指出預計到2025年底，全球將有創紀錄的14萬2千名這個百萬富翁遷移到新的國家。這不僅是人的遷移，更是極其龐大的資金流轉，並且這種趨勢還在加速。報告預測到2026年，全球百萬富翁的遷移人數將進一步攀升到16萬5千人。而在這場浩浩蕩蕩的全球財富大逃亡中，中國極其刺眼地佔據了流失榜的絕對核心位置。根據 Henley & Partners 的這個報道呢，那中國連續3年成為全球百萬富翁流失數最多的國家。
2024年，估計有15200名擁有100萬美元以上可投資資產的中國富人轉走資產並移居海外。而到了2025年，雖然在極端的這個資本管制下，流出難度呈指數級增加，但依然有預計7800名這個百萬富翁成功出逃。大家注意，這不僅僅是7800個人，他們帶走的預計是一筆天文數字的財富，高達559億美元啊，折合近4000億人民幣可投資的資產。這對於急需資金來刺激經濟和化解債務的中國經濟來說，毫無疑問是一次嚴重的失血。那麼這些中國的有錢人都逃去了哪裡呢？在這份財富流動的榜單上啊，阿聯酋啊、迪拜啊，還有美國、新加坡啊，這3個地方变成了最大的贏家。報告顯示，2025年阿聯酋預計將迎來9800名百萬富翁的淨流入，美國將迎來7500名啊，而新加坡也將迎來1600名富豪的湧入。以阿聯酋迪拜為例啊，根據這個中東簡報啊這個分析呢，假如在這個所有遷移的百萬富翁中，僅只有5%的新富豪選擇在迪拜定居，這個城市就能在1年內新增約7100名極其富有的居民，而且伴隨着260億阿聯酋迪拉姆啊，約合71億美元的巨額的資金流入。這個數字幾乎相當於迪拜2024年整個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1半。同樣，在美國，根據舊金山發布的2025到2029 5年綜合計劃草案相關的社會觀察，華人富豪對於高端豪宅的購房與移民布局，依然是舊金山等核心城市房地產市场不容忽視的一股暗流。為什麼這些有錢人寧願背井離鄉也要離開呢？Henley and Partners 的報告給出了非常精準的洞察。報告指出導致資本外逃的核心原因包括監管的極度不確定性、日益嚴苛的資本管制，以及企業家們對於辛辛苦苦積累的財富可能會在各種共同富裕、砸鍋賣鐵整口號下遭到侵蝕的深度的恐懼。這些因素促使他們不僅把財富轉移到境外，甚至連他們的公司、資本儲備，甚至是做慈善的精力都一併帶走了。那對於這些高净值人群來說將生活、國籍和資本結構分散在多個司法管轄区，也就是所謂的3D 策略那麼成為了他們抵御政治衝擊、財政動盪和監管過度干預的最佳選擇。一句話，肉身翻牆是他們在當前中國宏觀周期下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安全的出路。所以結論，我們來說說拋棄安穩的幻想，直面歷史的冰雪。通過今天我們長篇的深度梳理我們將中國證監會對老虎富途的頂格處罰、A 股散戶超過80%的虧損慘狀、地方財政54萬億重壓下的砸鍋賣鐵，以及中國富豪每年數百億美元不計代價的奪路狂奔，完全串聯在了一起。這也回答了我們節目標題的問題：你應該怎麼炒美股呢？還是肉身翻牆吧？這絕對不是幾個孤立的經濟新聞而是一張已經完全閉合的大網。在這個宏大的歷史轉折期，中國宏觀經濟的運行邏輯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從過去的做大蛋糕，徹底轉變為了存量博弈下的系統性收割。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和歷史的趨勢作對為了給千瘡百孔的這個中共的債務體系強行續命，為了防止中共的這個所謂外匯儲備被抽乾，所有的逃生艙門都必須被死死焊住。在這個體系下，老百姓在 A 股的財富注定要成為化債的燃料，體制內的薪水注定要在財政枯竭中被打對折，甚至是清退。那民間資本的積累注定要面對以罰增收的無情的蚕食。你看中共發布的什麼中央政府說一定要对這個民營企業家好一定要嚴格禁止這個亂去處罰民營企業然後瓜分他們的財產，這其實就恰恰說明這已經病入膏肓了中國證監會切斷跨境炒股通道的重拳，只是這場財富大圍剿中極具象徵意義的第一環而已，後面還有更多的事兒等着呢這個引用趙立堅的話這個在中國你就偷着樂吧。如果你至今還沒有看懂這個局，如果你的資產還全部暴露在人民幣單一資產體系之下，如果你還天真的抱着可以依靠國內存款或者 A 股理財來安安穩穩度過餘生的幻想，那麼接下來的時代的灰塵落到你的頭上，將是一座無法乘坐的巨山。對於真正有資源有見識的高净值人群來說，無論道路多麼艱难，趕緊肉身翻牆實現多司法管辖區資產配置，已經不再是賺多賺少的問題，而是能否在歷史的大洗牌中生存下來的唯一的選擇了。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全部內容，每一個數据背後都是血淋淋的現實。認清周期，拋棄幻想，這是我們面對凛冬的唯一的武器。
啊，那感謝大家的收看啊，这个歡迎大家這個訂閱我們的頻道啊，我們經常每天都更新啊，然後歡迎大家開啟小鈴鐺，然後歡迎大家這個下載真朋友 APP 啊，言論自由的社交媒體和通訊網絡啊，同時也歡迎大家這個可以成為我們頻道的會員啊，最便宜只要$1一個月啊，這個可以加入會員啊，然後應該這個下面也有啊，可以點加入啊，我們有一些這個高價值的節目。好，那我們下期再會吧。